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啊？哼，天底下最好的男人，我看就是一个油嘴滑舌的无赖。那他答应帮公主了？他说让我看懂上面的字才肯帮我，这不难为人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就算那个顾小五肯帮你，可王上也不可能随随便便答应你嫁给一个茶叶贩子呀。谁说我要嫁给他了？忘恩负义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他。公主放心，下次等阿杜见到他，一定帮你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对了，公主，明天就是王上答应两国使臣的期限了，你有何打算？对呀，明天就是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大妃，怎么办呀？哟，我的小公主，怎么了？这是谁又惹你生气了？阿娘跟你说，我说服不了你阿爹，可你别忘了，还有你阿翁帮咱们呢。阿翁，对呀，阿翁是铁达尔王，阿爹见到也是要让3分的。那是啊，我已经都安排好了。你呢，先去丹池躲上一阵，有铁达尔王保护你，料你阿爹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好好啊。阿杜，你今夜便启程去丹池，通知贺师在路上迎接小凤。是。到时候呢，阿娘呢会派几个贴心的护卫亲自护送你去丹池的。阿娘，能不能让我师父陪我去？我不信任他。我知道阿娘不喜欢中原人，可是他武功那么高，一定会保护我的。你怎么就那么信任那个中原人呢？因为他说过会一辈子保护我，不会让我受到伤害。好不好嘛，阿娘？求求你了。好，阿娘答应你。谢谢阿娘。皇上，这3日期限已到，不知道九公主和亲一事，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高将军，听你这个口气，你这是在威逼王上啊！哼，以利诱之，又岂是君子所为？王上，难不成你们真想把九公主和亲一事当成交易吗？这区区10年的年贡，九公主未免也太不值钱了吧？10年的年贡就是……皇上，明月娘娘不好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皇上，明远死后，把我葬在天埂山吧。胡说！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我一定会命人治好你的病。明远与王上恩爱不过7年，但是已经了无遗憾了。这些年支撑明远的，除了王上的爱恋，便是能让明远亲眼看到边境再无战乱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你放心吧，你的愿望一定会达成的。王上，我有些累了，我想睡一会儿。那你好好休息吧。也许明天
你便会好了。撤！撤！师傅，他怎么来了？表哥让我来的。小五是我远房的表弟，一直在西境犯查，所以对地形比较熟悉。况且，此次出行比较凶险，多个人多份照顾嘛。你看他那样弱不禁风的，不会给我们添麻烦吧？表哥，你知道这北面山上的熊瞎子，还有这沙漠里的食人蜥，最喜欢吃什么吗？他们最喜欢吃那种牙尖嘴利、细皮嫩肉的小姑娘。哼，吓我呀！我告诉你，本公主是被吓大的。什么食人蜥、熊瞎子，就算白眼狼王，我也不怕他。哟。明远公主并天。从即日起，河宫上下着宿，为侧妃举哀。治丧期间不宜嫁娶，故将九公主和亲之事推到7期49天之后再议。是明远娘娘。我离国数十载，有生之年都不能再重返故土去看一看，只盼着我死后能在天亘山上远望故土，聊寄思乡之情。公主，这是我特意为你选的地方，面前便是历朝，从此以后，你便可在此远望故土，再也不会寂寞了。
九公主呢？为何还不来为娘娘吊唁？九公主她不见了。简直是胡闹！明远平日待她亲如骨肉，这种时候她不来，真是白疼她呢。哼，什么亲骨肉？我才是小凤的亲娘。再说了，明远公主她是病故，与小凤何干？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就是你，平日对她管教不严，把她的性子养得这么野，她才会如此不知轻重。是啊，我哪有中原的公主知书达理呀？站住！你是不是知道小凤去哪儿了？哎呀，皇上，小凤她肯定就是一时贪玩溜出宫去了。妹妹的事儿她不知道，她要是知道了，肯定第一时间赶回来的。哎，皇上，办妹妹的丧事要紧啊！师父，我想明远娘娘了。以前明远娘娘最疼我了，她教我写字，教我弹琴，教我好多好多。我真的很想她。明远娘娘用她的一生换来两国子民的幸福安宁，避免了混战。她是个伟大的女人。她是个伟大的女人，可是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她的不容易呢？她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，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异国他乡，每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几封使臣带回来的家书。师父，我不想像明远娘娘一样，我只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生活。明远长公主薨逝，举国阵痛。陛下切勿因此过度伤心，以免伤了龙体。望陛下节哀。望陛下节哀。陛下，明远公主深明大义，下嫁西周15年，明远长公主恩泽两国，以自己的智慧和贤德，促进两国国泰
民安，也令两国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臣奏请陛下追封公主谥号，将长公主的生平载入史册，供后世瞻仰。朕听说五皇子已经向西周王递了和亲国书，那西周王有回复了吗？回陛下，臣闻朔伯王也派的使者去西周提亲，许文成以替明元长公主治丧为由，将和亲之事延至7期49日之后再议。而我朝太子虚位，臣担心。怕什么？这难道我们泱泱李朝会怕他们硕伯吗？区区硕伯何足挂齿？臣担心的是和亲之事势在必行，即刻传书西境安护府，让2位皇子务必督办此事。臣遵旨。退朝！父亲，这陛下未免也太冷血无情了吧？明元长公主去世，他竟然没有一点悲帝王的血本来就该是冷的，这也不是谁都能坐的位置。当今的陛下早已不是当年的李泽了。宽儿，记住为父跟你说的话，为人臣者最忌讳功高盖主，为君不易，为臣更难。不管我们高家将来辅佐的人是谁，这天下是李朝的天下，这一点始终不会变。是，儿记住了。既然你喜欢我表哥，就应该光明正大的跟他讲啊。谁说我喜欢他？眼睛都看直了，还说不喜欢？公主不用不好意思，这男人啊，就像天上的风筝，你如果不拽紧手中的线呢，他呀就被风吹跑喽。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欢我呀。既然公主想知道，我可以帮你试探试探。啊，不过不是白帮。我听说这丹池王帐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宝贝，不知道到时候公主是不是能让我进去随便挑个1、2样？去，真是个奸商。既然公主不领情，那便算了。就，你等等。王帐你是进不去，不过，如果你要是真想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拿1、2件。好，一言为定。
皇祖母，明远的事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我的孙女儿死在那里，我的重孙子也死在那里，莫非那是个不祥之地吗？皇祖母，明远一事，孙儿也很难过。是啊。至于成绩，这也可能算是他的命吧。这有史以来啊，萧墙之祸总是始于宫中。明远这么一走，势必西境的局势就会有一番变动。如今我朝东宫无主啊，陛下应该肃武力储君，要让新太子迎娶九公主入东宫才是。这样一来，你就会稳住局势，以免内忧外患呢。皇祖母所言甚是。陛下，你心中可有储君人选呢？其实孙儿一直以来都在观察这几个孩子。程元呢，太过愚笨，他根本就不是帝王之才。程文他办事呢没有魄力，倘若立为太子，日后他肯定是只会听从他母妃的摆布。至于程银，他性格单纯，无是非之心。虽然他文韬武略呢不会输给其他的皇子，但是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冲动，剩下的就是程烨。朕倒是觉得他不错，沉稳豁达，而且他还有达不到目的誓不罢休的魄力。看来陛下心中已有主意，那就速速决断才是。是。少爷好。少爷，少爷。喂我。你干嘛？自己不会吃啊？你不是让我帮你试探表哥吗？要不怎么知道他在不在意你啊？对啊。干什么？别回头，正看着我们呢。哦。快点啊！公子，吃一点吧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表哥有什么反应啊？好像没什么反应啊。要不再喂我一口？啊？五皇子千万不要忘了正事，别整天跟一个孩子胡闹。所以，小凤在你眼里只是一个孩子，而不是一个女人喽？五皇子需要清楚的是自己该做的事，而不是关心别人的私事。要想找到王丈，我必须要取得他的信任。他最近因为明远姑姑的死，一直情绪低落。我就是想让他开心些，这样他就不会对我那么防备了。你有分寸就好。
顾小五，我师父刚刚跟你说什么呀？他问我最近赶路累不累？问你累不累？嗯。他怎么问我累不累啊？哟，还没死心呢。依我看呢，我表哥对你就没意思，你还是别自讨没趣了。自从你来了之后，我师父都不关心我了。小风，师父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五欺负你了？嗯，他怎么欺负你了？他说我不如他们中原的姑娘，又任性又爱胡闹，不温柔也不漂亮。我看你们这几日相处的也挺好的，他怎么会说这么重的话呢？可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，否则怎么没人喜欢我呢？你怎么会这么想你自己啊？那如果有人喜欢我，我怎么感受不到啊？傻丫头，大家都很喜欢你啊。那师父呢？师父当然喜欢你了，否则我怎么会收你做徒弟呢？不是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除了这种，还有没有别的喜欢？除了这种喜欢，师父没有别的喜欢了。我逗你来着。刚才顾小五说师父不解风情，我不信，结果还真让他说中了。我以后不逗你了，我走了。
西静安护府眼下的兵力，加上本王带来的10万大军，对付丹吃，如何？王爷，如果能找到王兆，加上王爷的10万兵力，再加上我们的兵力，王爷定能直取丹吃。武帝去寻丹吃王帐多日，音讯渺茫，恐怕不能指望。日后这平乱之功，非将军莫属。谢王爷。王爷，王爷，将军，我已将巴图尔捉拿归案。此人是？回禀王爷，此人名叫巴图尔，7月15曾参与屠掠我李朝边境海州城。7月15。本王突然想到一件事：7月15，就是你们屠城当日，我李朝太子在海州城附近被人刺杀。本来本王没将这2件事情联系在一起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实在巧得很。或许铁达尔王借此掩人耳目，刺杀我朝太子。你血口喷人！丹吃人行得正，坐得直，没错，城是老子屠的。至于你们的什么狗屁太子，老子根本就没见过。本王凭什么相信？押入大牢，本王要亲自审问。是，押下去。走走，放开！你看，就在那个方向。你干什么？公主，你在这刷马，让别人怎么取水啊？我刷我的马，你取你的水。这刷过马的水，人还能喝吗？你要刷马可以去下游啊。那你要取水可以去上游啊。这西晋女子都像你这么蛮不讲理吗？这要是在我们中原，定是没人敢取的。你说谁蛮不讲理啊？我去上游。你不是说本公主不讲理吗？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不讲理。哎，马跑了！顾小五，来啊！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。看谁厉害啊！顾小五，来啊！我跟你拼了！谁怕谁啊！啊！顾小五！再来啊！让大家去准备准备，马上出发。是。师父刚才的眼神，难道是我的错觉？
来。大家听好了，天黑之前必须出死亡谷。公子，我去前方探探路。好。各位，我们大王走失了一个奴隶，只要你们乖乖的把他交给我，本将军绝对不会为难你。这位将军，我是来自中原的茶商，我和我的商队要去西境贩茶，途经此地，并没有发现你说的奴隶啊。就是他，你身边的那个女的，她就是我们要找的奴隶。我呸！你们硕博王真是不要脸啊！这么卑鄙的手段都想得出来，哼！想让我跟你们回硕博，门儿都没有！奴隶就是奴隶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兄弟们，上！不要杀了那个女的，给我抓活的！师傅！小五，带公主走，归城会合。师傅，照顾好她。好。师傅，师傅。前尘事，生死两。梦又长，却总是聚散两茫茫。是眼光，只盼你
前相望的瞬间，抓不住伸出的指尖。你心随空流，泪人不归。望穿水尽看红尘是非。时光倒回，饮下忘情一杯。若如初见，为谁而归？秋又去。夜未央，月色亮，映西窗，前尘事，生死两。路悠长，却总是聚散两茫茫。是眼光，只盼你回望。你心随空流，泪人不归。望穿水尽看红尘是非。时光倒回，饮下忘情一杯。若如初见，为谁而归？你心随空流，泪人。望穿水尽看红尘是非。时光倒回，饮下忘情一杯。若如初见，为谁而归？